最近，美国再次在安理会上一票否决巴以停火决议，即使15个理事国中有13票赞成，决议也无法获得通过。实际上，除了早期苏联独木难支，经常使用否决权外，从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70年代开始算起，美国是安理会中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多的国家。而巴勒斯坦问题又是美国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多的问题。所以之前我看到有人说呀，美国为了针对中俄，暗中鼓动其他国家取消安理会5常否决权。那实际上我们一看就知道，中国作为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可以说一句 You jump, I jump。 所以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聊安理会的否决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大家都说要改革安理会，安理会却一直没有改成功，大家对于安理会改革有什么方案，中国是什么立场？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各位小伙伴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首先，联合国 United Nations 这个词源自1942年中美英苏等24国在白宫签署的联合国家宣言。这份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也确认了中国作为主要盟国的地位。1943年11月中国、美国、英国元首会晤于开罗正好我现在就在开罗。当时各位大佬开会的地点就在埃及金字塔隔壁的米纳宫，现在是万豪旗下的一家豪华酒店。总之，12月1日，开罗宣言发表，联合国的筹备进入实质阶段。开罗宣言对于2战后的国际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因为它特别明确了要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1战后开始在太平洋上非法占据的一切岛屿，并且要把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比如哪里呢？开罗宣言明确说了，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等，而钓鱼岛显然是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我国的官方立场就是一些人公开质疑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其实质是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在开罗会议之后，就是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把苏联拉上，讨论出联合国宪章的蓝本。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各大国又再次确认，在重大安全问题上的决策必须大国一致同意。这个时候呢，安理会的基础架构和否决权的概念就成型了。说白了，就是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小伙伴可以成为注册会员，注册会员里选出几个包年大会员，这就是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还有5个大佬成为永久超级会员这就是5常。雅尔塔会议还决定在1945年4月的旧金山召开正式的联合国成立会议，由英美苏中法5国作为会议发起国。中国对这一邀请表示欢迎，法国则拒绝了这一邀请。法国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我都没参加你们的讨论，我不能邀请其他人来讨论一个我都没同意的草案。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呢这也是比较傲娇。所以最后旧金山会议的发起邀请国最终确定为中国、美国、苏联和英国。又由于丘吉尔的强烈坚持，把法国也拉成了第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原因也很好理解希望欧洲多一票，也更好的对抗苏联和制衡美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合伙人可以自豪地说，此路是我开。1945年4月25日，各国代表就接受邀请，跑到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了。结果大家一看，好家伙，你不是各国平等、国际民主吗？怎么你还有终身超级大会员这种高级玩意儿？所以很多小国当场提出，安理会否决权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等于把整个世界交给一个大国集团称霸。但是当时的5常也是很硬气，直接明说了，如果不通过一个包括否决权的宪章，那就完全没有宪章。小国也没办法，等着战后援助呢，只能选择妥协。这种制度公平吗？可能不公平，人人平等，但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但把美国和索马里拉到一起，说他们是平等的索马里自己都不信，让小国可以在联大发声，并且即使5常也需要拉拢其他非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投票，这本身就已经是公平与效率的结合了。否则国联倒是很公平，结果还是大失败。但是制度当然也有问题。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有51个创始成员国，安理会只有6个非常席位，
中东、亚洲和非洲加起来只有一个。随着亚非去殖民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这样的分配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截至目前为止唯一一次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决议。安理会理事国从11国增加至15国，非常任理事国从6国增加至10国，变成西欧和其他国家2席，东欧1席，非洲3席，亚太2席，拉美和加勒比2席。但1963年联合国也只有113个会员国，现在都193个了。安理会的非常席位还是10个，有超过60个国家从未有机会当选，有40多个国家只当选过1次，而巴西和日本当选超过10届。80年前的制度设计和60年前的修修补补能否适应今天的国际社会？可能还能用，我们也在用，但大家都承认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但怎么改呢？大家一直谈不拢。首先，理事国是否应该扩大？如果扩大太多，会不会更加低效？如果不扩大，在现在的席位分配机制下，西欧发达国家占了太多便宜，亚太和东欧相当吃亏。就算扩大，怎么平衡各区域的席位数量，这都是大问题。其次，常任理事国是否应该增加？目前拉美和非洲都没有自己的常任理事国，西欧和其他国家组直接有3个。增加了常任理事国能否享有50%现在的否决权，这都是辩论的焦点。最后，否决权该不该废除，或者至少是否应该限制？如果要限制，是议题上的限制，还是次数上的限制，还是机制上的限制？比如引入联大的复议机制，你可以想象这里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至少吵上1年。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吵了10年没有结果，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了。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国家集团又是怎么想的呢？英法这几十年来是非常克制使用否决权的，也是5常里最积极限制5常否决权的。俄罗斯和美国是相对不支持限制5常否决权的，毕竟这俩用的最多。至于其他主要集团，例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G4， 也就是日本、德国、印度、巴西组成的4国集团，他们选择相互扶持，主张通过表决改革方案推动4国获取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获得超级大会员资格后，再考虑进一步增加大会员代表性的具体安排。说白了，先让我进去再说。而与 G4 集团成员国存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的意大利、韩国、墨西哥、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国坚决反对4国集团强行推动表决入常的行为，认为安理会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都应在政府间谈判的过程中以协商一致达成共识。这个国家集团先被称为咖啡俱乐部，后来则因为共同发布团结谋共识立场文件更名为团结谋共识集团。而非洲国家组在非盟的领导下发表了艾祖尔韦尼共识立场文件，文件中明确要求新增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的非洲席位不得少于2席，新增非常任理事国的非洲席位不得少于5席。此外，非盟在原则上反对否决权，但同时也反对对原有常任理事国和新增常任理事国在否决权方面采取区别对待的做法。除此之外，还有 L69 集团、问责一致性及透明度组织等新产生的国家集团。真要说下去，视频的完播率就没了。那么我们中国是什么立场呢？首先，我们明确支持安理会改革。第二，我们认为改革要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让更多外交政策独立、秉承公正立场的中小国家加入，而不是让安理会成为大国富国俱乐部。第三，改革要凝聚共识不要搞小圈子，更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说的是谁，大家都很清楚。第四，我们要尊重非洲纠正历史不公的独特诉求，认为非洲的关切要得到重视。第五，不能光改革安理会，国际金融机构也要改革，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大也可以改革，联合国的各专门机构也可以改革。说白了，就是要系统性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当然也间接提高了咱们中国的话语权。最后，不要抢跑，不要人为设定改革时间，甚至强推不成熟的改革方案。也就是说我们不太着急就这么着也行。
总而言之，联合国改革有重重阻力，但是不改革又会面临很多客观问题。其实这就是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旧有结构下产生的国际机制无法适应新的权力互动关系，而新的权力结构还在持续变化，不够稳定。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联合国仍然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联合国又对很多问题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感谢你看到这里，你更倾向于哪种改革方案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是小 Q，我们下期再见。